大家好，我是 Joh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一期我们来讲了 Mac 电脑的触控板和鼠标，这一期我们来讲一讲 Mac 电脑专有的浏览器 Safari 浏览器。我会通过几个实例来阐述我对使用浏览器的功能以及详细的见解，还有我在使用浏览器的时候的一些便利，以及对于苹果电脑它的浏览器的功能，还有一些关于其他浏览器，我也会推荐几个，比方说Google 的浏览器，火狐的浏览器，就是 Chrome 和火狐以及 Edge 浏览器，它们也有很多不同，但是我们今天来介绍的主要就是 Safari 浏览器。好的，接着来看我的视频吧。Safari 作为 Mac 电脑原生自带的浏览权功能，用于安全存储用户的账户名、密码、信用卡信息等，并通过 iCloud 在所有苹果设备间同步，实现自动填充。5. 拓展功能，此为 Safari 浏览器安装的第三方小型软件或插件，用于增强浏览器功能、拦截广告、管理密码、进行标注等，以提升用户的浏览体验。接下来讲浏览器，之前的课程内容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通用属性比较高，讲的都是道出时刻用到的技巧和方法。现在我们进入深入篇，我就要落实到精通2个字了，会具体到每一个刚需的 Mac 自带功能和每一个刚需的原生应用程序，所以这个阶段有很强的针对解惑作用。很多用起来模模糊糊的 Mac 功能和应用程序都将在这里弄明白，就比如 Safari 浏览器、Mac 照片程序、iCloud、iWork 3件套、时间备份、音乐功能、日历提醒功能、文件迁移、垃圾清理等等一系列的困惑都会在这里拨开迷雾。今天就来讲 Mac 的原生浏览器 Safari 的终极使用攻略。浏览器是一台电脑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程序，一台电脑用的是否高效和浏览器的使用熟练程度有很大关系。上期全网最强的快捷键教程中，我就单独为浏览器开了一个章节，浏览器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今天我就把2年来我使用 Safari 浏览器的全部经验都分享给你。讲 Safari 之前，先讲游戏汽车的争论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同的是，同时拥有几辆车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浏览器却可以轻松的安装很多款，所以无论你更喜欢哪一款浏览器， Mac 上原生就安装的 Safari 浏览器都是不应该错过的。还有 Safari 这个苹果原有的浏览器对于苹果生态是很重要的，相当于是苹果的亲儿子，所以配合 Mac 使用时候有很多方面的先天优势。在我这里更新最新的 Mac 文图拉系统的时候新版本系统也单独对 Safari 浏览器进行了针对升级，速度更快，门号更低，所以这种原生的支持让我使用 Mac 时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浏览器。现在来看浏览器的具体内容。话说你第一次接触 Safari 的时候，会不会认为它像一个指南针的 App？ 实际上 Safari 就像一本指南百科，用指南图形还是有点道理的。我们先看浏览器的布局，打开 Safari 浏览器，这就是浏览器的界面。从上到下，首先是每个程序都会固定在此的菜单栏，也是很少用到、经常被忽略的地方。其实这部分是有作用的。对于今天的课程，这就是 Safari 浏览器的菜单栏。这里包含了 Safari 的各种功能，其中最常用的就是在这里打开程序的设置选项，以及查看历史记录，还有最后的导出、导入书签以及密码的功能。具体我们后面会讲。接着我们往下看这一条通称工具栏，它可以干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新建标签页，然后点击这里概览已经打开的所有标签页，再到这里输入网址，打开网站，或者直接输入内容搜索结果，再通过这2个箭头进行前进后退，然后通过点击边栏按钮开启关闭边栏。这就是工具栏默认的样子。这部分工具栏也是可以自定义的，最直观的办法就是在工具栏右键选择自定义工具栏，把常用的功能拖进拖出，组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我自己的工具栏基本就是默认的样子，但我自己使用时会在意识上按照使用功能将工具栏又细分了3个部分，从左到右依次是红黄绿灯、窗口操作栏，然后是边栏按钮，最后这部分才算是真正的工具栏。虽然边栏按键实际上也是属于工具栏的，但我把边栏单独归类的原因是边栏的使用频率极高，而且点击它后，边栏的位置和相关的操作都会呈现在浏览器窗口的左侧，所以主观上我把它单独划分了出来，称作边栏选项。到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菜单栏、工具栏还有边栏3个部分，刚才讲的都是功能展示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面积最大的主要内容展示部分，就是这里。讲这里之前有必要和我先设置几个选项来搞懂2个概念。先打开浏览器的设置选项，点击通用选项，第一个选项不用管，就保持这样的默认就可以了。重点是设置第2个和第3个选项，分别点击它俩的具体设置，可以看到主要是4个相同的选项，其中你只需要考虑起始页和主页之间做一个选择就行，其他可以忽略，用的概率特别少。
我个人的2个设置都是用的起始页，起始页是这个样子的，包含的内容和可操作的选项最丰富，对我十分方便。你也可以选择主页，主页是一个具体的网站，在这里输入你最常用的网站设置成主页，然后你打开窗口或者标签页时就会直接显示它。我讲这部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你分清起始页和主页的概念，大概区别就是主页是一个你最常用的网站的精准展现，起始页就是一堆你常用的网站的汇总展现。明白了这些，做出你的选择吧。UP 主自己2个设置都是起始页，所以浏览器这里展示的就是起始页，顾名思义就是你打开浏览器开始的页面。每个人的起始页具体内容都不一样，但是板块的划分基本差不多，你可以点击这里来和我一起设置一下。我自己是最近更新了门图拉系统，如果你自己是比较旧的系统版本，这里可能稍稍有点不一样，但影响不大，你只需要设置你有的选项就好。第一个选项摇勾选上，这样在任何一个和你 Mac 使用同一个苹果 ID， 并且开启了 iCloud 功能的电脑或者平板或者 iPhone 上打开 Safari 浏览器，都会是以同样的起始页开始，这样所有的终端用起来会更加的同步一致。剩下的几个都建议你勾选，这样在起始页就可以直接看到书签、常用网站和阅读列表，省去了再到边栏寻找的麻烦。这个 iCloud 标签页一定要勾选，这样就可以在起始页的最后面直接看到手机或者其他苹果设备的 Safari 浏览器正在搜索的网页。同样，在手机端的起始页底端，你也可以看到 Mac 上正在搜索的网页，方便在不同的设备上继续查看另一个设备正在进行的浏览器任务。最后的背景图我没有勾选，它的主要作用是给你的浏览器换一个背景壁纸，属于个性化设置，这个你根据个人喜好设置就好。恭喜你，通过刚才观察浏览器、工具栏、边栏、起始页，你已经将浏览器目之所及部分的功能都已经清晰明了，不迷路了。有了这个基础，就方便接下来更深一点的学习一些关键技能。首先需要你打开边栏，和我进一步边看边用会这个高频使用的区域。打开边栏的方式，除了刚才点击边栏按键可以弹出边栏内容，还可以把浏览器开启全屏。此时把鼠标移动到左侧边缘，则可以自动弹出和收缩边栏，更加自动化。不过浏览器在非全屏的窗口模式下，这个功能就没有用了，就变成了拖动窗口的大小。当面栏打开后，会看到几个分类。第一个名称是起始页，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它不只是只代表起始页，它其实是浏览器当前页面状态的一个实时展现。举个例，刚才设置里我把主页设置成了百度，当我打开百度，这里就会显示成主页。如果我再多打开几个标签页，这里就会变成几个标签页，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浏览器实时状态的展示栏。我们接着往下看，这是书签功能，它就像是你使用过的其他浏览器中的收藏夹功能，使用频率非常高。你可以在需要收藏的网页上使用工具栏，点击这里，然后点击添加书签即可。UP 主本人一般是使用快捷键 Command 加 D， 直接快捷键添加。其实，在打开了边栏的情况下，网址栏点击一下这里，然后拖动前面的图标到书签栏，也是可以添加书签的，省去了给书签选择文件夹的麻烦。后2种办法是我自己最主要的使用方式。添加完成后，来到边栏，再打开书签选项，就可以在个人收藏里看到它了。同时，此刻你再打开一个起始页，就能在起始页的个人收藏里也看到它了。慢慢的，当你添加的书签变多后，就要学会管理书签。默认的书签里是只有个人收藏这一个选项的，太多的书签就会分散，不好寻找。这时候，在个人收藏里右键选择新建文件夹，然后将类似的网页归类，形成2级文件夹管理书签。同时，起始页上的展示也会因此形成归类的书签合集。当个人收藏夹里2级文件夹也过多的时候，我个人就会把其中一些不常用的文件夹硬拉出来。为什么说是硬拉呢？因为这个操作非常不顺手，经常会失误拉到别的文件夹里。当你花费几秒钟成功拖出来后，形成了和个人收藏一个层级的1级文件夹，就缓和了个人收藏里面的数量压力。不过这个被拖出来的文件夹就不会在起始页这里快捷显示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想指定任何一个书签合集，用来在起始页快捷显示， Safari 浏览器都是可以办到的。打开浏览器设置选项，点击偷用选项，将这里下方的个人收藏显示调整成你当下最常用的书签合集，不管是1级还是2级，任意一个都可以。现在你再重新打开一个起始页，个人收藏就会变成你指定的书签合集了。方法就是这些，根据需要你可以自己灵活运用。现在来讲阅读列表，如果你曾经使用过 Safari 浏览器，你多少会疑问这个阅读列表和书签有什么区别啊？因为阅读列表不能像书签那样分组管理，只有全部和未读2个选项，所以 UP 自己一直把它用于一些不需要真正收藏的网页，当做临时书签使用。
其实我这么使用它只用对了一半，另一半阅读列表最有特色的功能被我给忽略了。举实例说一下，你遇到一张小说或者新闻，它属于读过之后不需要反复读的那种，没有什么保存价值，而你现在恰好要外出上班，想之后读完这篇小说，这时阅读列表就派上用场了。你可以把这个网页保存到阅读列表，这样阅读列表就像一个临时书签被你灵活运用了。这么看，阅读列表确实有点类似于书签，但接下来有本质的不同。你可以在阅读列表上右键它，手动点击离线储存，它就会被下载到本地。这样在地铁、火车隧道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点击阅读列表也可以让你离线浏览。我这里直接关闭 WiFi 给你展示一下，这算是阅读列表的真正作用，被很多人忽视了。但是这样手动点击储存也比较麻烦，可以设置自动离线下载，点击 Safari 设置选项，然后来到高级，将其中的自动储存文章以便离线阅读勾选上，就可以自动储存了。以上是 UP 自己把阅读列表划分的两种功能，一个是临时书签，二是离线阅读。UP 主讲下自己的使用体会。虽然这个离线阅读很厉害，但是在做这篇视频时，我花费了2个小时各种测试它，结果是有的网站可以用，有的网站不可以，还有些可以离线储存，但读取不出来，总之是不稳定。所以我更多是倾向于第一种使用方式，把它当作临时书签使用。第二种离线储存呢，只是用来储存一些纯文字文章使用。希望以上的讲解能够让你彻底搞懂书签和阅读列表的区别，然后可以合理运用它。接下来与你共享的功能不是特别常用，今天先不讲，它要用到另一个信息功能，会在到时候一起讲。最后来到 iCloud 的标签页，这时候你新建一个窗口，来到起始页的最下端，边栏的 iCloud 的标签页面就是对应这里的，用来显示你其他苹果设备端正在进行的任务。那么 OK， 现在我们就已经把浏览器目之所及的地方搞得明明白白了，有了以上的基础，接下来就方便更进一步的拓展更多更实用的技巧。关于 Safari 浏览器，前面讲的内容就像是我们念书时书本表面的基础内容，接下来就是补充书本内外暗藏的知识点了。我想问问大家，使用浏览器时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弹幕告诉我有没有。在搜索一个问题时，已经打开了很多临时标签页，然后突然需要搜索另一个问题，这时候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搜索，会积累很多的页面，导致不同用处的网页拥挤在一起，很难找，实际上还增加了电脑运行的压力。这时候你需要学会将临时标签页分组，把同一个问题汇集在一个组，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查看对应的组，快速切换还不乱。具体的做法有几种，我只教你最实用的2种。首先，在浏览器没有打开任何页面的情况下，找到边栏旁的下拉三角功能，点击它，看到会有2个选项。第一个就是刚才讲边栏里面的当前浏览器的页面显示状态，不用管它。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到的新建空白标签页组，点击它，新建一个组，边栏会自动弹出，给它随意命名一下，这样就建好一个组了。这时候关闭边栏就能看到小三角前面的这里的名称就变成了当前标签页组的名称。刚才没组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对比一下。回到新组里，现在你打开的所有标签页就会自动属于这个分组了。你可以点击边栏，在边栏中查看它们，然后这个分组暂时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点击小三角切换到正常的起始页，就恢复了浏览器初始的样子。这样这里就没有名称显示了。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办法。刚才第一种办法是先建组，然后添加标签页。现在第二种办法是已经打开了一些标签页的情况下，然后再去点击左上角这里的小三角，然后对比刚才第一种方法的小三角选项，能看到中间多了一个刚才新建的标签页组，下面多了一个从 N 个标签页新建标签页组，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选项。点击它，就把现在已经打开的这些网页建立了新的标签页组，然后边栏又会自动弹出，你给它命名就好。当你已经有几个组后，可以在边栏里面选择切换到起始页或者任意标签页组，也可以关闭边栏，直接用这里的小三角快速切换。最后标签页组的实面完成之后，可以打开边栏，右键它们直接删除，所有的组都删完，这个部分就会自动隐藏消失。补充下，新建标签页组不仅可以在窗口左上角下拉三角选项中进行，也可以在点开边栏后的这个位置进行。接下来注意了，除了以上在临时打开的网页上进行标签页组的建立，你还可以到书签中找到任意一个书签文件夹，右键它，可以直接以这个文件夹的名称新建标签页组，打开里面的所有标签页。至此，不管是临时的网页还是长期收藏的分组文件夹书签，都可以以标签页组的形式在浏览器分组打开。非常推荐你在大量查阅资料时学会使用标签页组功能，这样翻找起来互不干扰，减少同时开启网页带来的高能耗和内存负荷，持续更久，使用起来更流畅。
标签页组功能在 UP 主日常使用中是非常常用的，它不仅方便你自己，也方便他人。你可以试试把你汇总了一个标签页组，一键拖到对话框发送给别人，真的是非常痛快。现在你应该真正掌握了标签页组这个法宝了吧？那么你就可以打开这个足球网页，然后鼠标按住它，往左拖动，直到变成一个固定的小方块标签。这样，不论你什么时候打开浏览器，它都会在这里等你。而且接下来不管你打开多少网页，它都固定在这里。点击它就可以直接查看，然后使用 Command 加 W 快速关闭这个标签页，再点击又可以秒开。正点拿来用，可以成为考试后随时查分的工具。或者又成为摸鱼的一大绝招。接下来看阅读模式，本来这个模式我使用起来不算太多，有段时间看小说比较多，各种无语的广告充斥在页面，如果不用拓展里的广告拦截，那么浏览器自带的阅读模式就是最好的选择。一下子清空各种广告，只有文字，真的很爽。而且可以在上面这里调整背景、颜色、字体、字号，这个功能还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在文字阅读时。而且，当你回到原网页使用打印功能时，那么排版就会像这样，比较乱。如果你开启了阅读模式，在这个情况下再打开打印功能，就好像特地先进行了排版，一点空间没有浪费。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我经常会在浏览器看视频。你不仅可以在播放视频的标签页右侧点击小喇叭关闭或开启声音，你如果长按它，还可以弹出画中画选项。再接着打开一个全是外语的网页，网址输入框就会自动出现翻译图标，点击它，选择语言后，翻译图标变蓝就生效了，可以自动翻译当前的页面。然后，以及打开它后面的多级网页都是可以自动翻译的。再然后，使用 Mac 原生的 Safari 浏览器，一定要记得配合其他原生的应用组合使用。就比如使用备忘录做笔记什么的，也是可以的。比如打开一个文章，框选一段话，右键这里记录好句，同时还链接原址，最终效果是上面是标记句，下面是句子的来源，真的非常方便。接下来有时候点开一个网页，发现不是自己需要的网页，如果你使用的是 MacBook， 可以直接使用触控板向左滑，然后直接返回到上级页面。最后当你使用了一段时间的浏览器或有了一定的书签积累后，视频前面开始我们提过的导入导出书签就用得上。我自己会交叉使用很多浏览器，所以这个功能对我十分必要，可以拿来把别的浏览器导出的书签导入到你的 Safari 浏览器，也可以把 Safari 浏览器的书签导出给别的浏览器使用。这样我们就不局限于一款浏览器了，只要你觉得它不好用，直接打包自己所有的收藏页，卷铺盖换家，促进各家浏览器卷起来，最终方便咱们自己。刚才学会了 Safari 的重要使用方法和一些必备的实用技巧，最后我们来按照浏览器设置里面的设置顺序，再补充一些浏览器外观上看不到的 Safari 重点功能，同时系统了解一下可以自定义设置的内容。首先，左上角打开浏览器的设置选项，通用里面的几个东西我们刚才穿插的已经讲过了几个最重要的，剩下的部分你按照设置界面的文字提示自定义就好。来看标签页设置选项，能看出来这部分是关于界面的样式和操作习惯方面的设置，同样的按需设置就好，建议不要调整太多，否则用别人的 Mac 就会无法适从。接下来重点来看自动填充和密码两个功能。由于它俩功能是相辅相成的，就在一起讲了。使用 Safari 浏览器的过程中，你第一次登录绝大多数的网站的时候，只要你输入网站的用户名、账号和密码后，准备点击登录的瞬间，这时系统就会询问你要不要将浏览器信息储存到 iCloud 的钥匙串。如果你选择储存，那下次自动填充就可以生效了。演示一下，当你再次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在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时，当你的光标点击输入框，就会弹出用户名和密码自动填充的选项，你只需要用指纹授权一下就都填好了。这就是自动填充最主要的功能，我个人非常依赖它。自动填充还可以调用联系人信息来填充，还可以填充信用卡信息等等其他表单，这些功能用到比较少，就不详细说了。自动填充和密码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就是帮你生成密码。演示给你看一下，我先随便登录一个网站注册页面，假设你已经填好了用户名和邮箱，准备编一个密码，又不想和自己的其他密码相同，这时候光标点击密码输入框，就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强密码，你就不需要自己去费事了。这就是它的另一个功能，我感觉非常用得着，尤其是 UP 主这种既不想雷同又害怕记不住的人，就特别用得到。这时候你就会担心了，那我如果到其他地方怎么去使用这个密码？UP 主最早也担心过这个问题，其实完全没有问题。点击密码选项，
指纹通过进入，所有的账号和密码就都出来了。挑选那个需要的直接复制。如果你准备把所有的密码都呈现出来，还可以用导出密码。老地方，来到菜单栏文件选项，导出密码就能把全部的密码直接导出。我不建议你这样做，这样所有的账号和密码都像小抄一样写在一起，放在文件夹中，很容易有被盗的风险。接下来搜索选项没有什么好说的，主要是选择一下主力的搜索引擎，安全性选项全部勾选就可以了。再来看隐私，头2个肯定勾选，剩下的保存默认就好。讲太多那个特别复杂，这要花大量的时间。然后我们再来看网站，网站选项其实很有用的。我们前面讲的内容都是针对浏览器本身进行的设置，网站选项这里的内容更像是针对具体网站个性化自定义设置。就比如我当下打开了几个网页，然后再开启网站设置选项，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功能对应当前打开的网站可以设置的地方。以我为例，我不是老看小说吗？每次打开页面一堆广告，就得开启阅读模式屏蔽广告。你也可以开启小说网站，然后在 Safari 网站设置里面把小说网站直接设置成自动开启阅读模式，这样当我在打开这个网站时，直接开启的就是阅读模式。因为每个网站可以设置的太多了，而且网页更是无数，你可以拿自己最常用的网站来这里试一试。接下来讲拓展功能。关于浏览器的拓展功能呢，第一个是针对很多普通用户，就比如我接触过的普通工作人员，不论是使用 Mac 还是 Windows， 浏览器的主要作用是查找和去一些网站填写，偶尔网页刷具等等这类型比较基础的功能。我身边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或者说没有用过拓展功能。第二，针对电脑重度用户需要更进一步的提升浏览器使用体验，拓展功能就比较有用了。如果你是前者，也可以了解一下拓展，没准就用到。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是扩展，不严谨的说，就是补充或者添加浏览器功能的小型软件，就像是把浏览器比作电脑，那这些扩展就可以比作它的程序。在浏览器的设置里，点击扩展选项右下角，更多扩展就可以跳到苹果商店里，有大量的扩展可以选择，比如可以拦截广告啊、管理密码啊、做标注啊、检查拼写等等基本功能，还有超多实用的功能来完善浏览器的功能。当然，从官方扩展商店这里下载是最为稳妥的，也有不少人从非官方的来源安装扩展，不太推荐啊，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太大了。最后我们来看高级选项，除了这个选项，从前面讲阅读列表时我们已经勾选上了，其他保存默认就好。比较有趣的是最下面的开发菜单有特殊用途，我展示一下。先别勾选它，打开一个网页，这个背景挺好看的，但是右键呢没办法保存这个图片。记住啊，这个右键菜单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设置里，把开发菜单再勾选上，然后在右键对比刚才的菜单多了2个选项，点击显示页面原文件，在图片里就能找到这个图了，直接拖到桌面，它就是你的了。现在我也已经把上期视频挖的坑彻底补上了，趁刚学过浏览器，再把上期关于浏览器的快捷键放出来，你抓紧回顾一下。以上就是 Mac 电脑所使用的浏览器 Safari 的使用教程，熟练掌握这些方法，让你的浏览更加高效，隐私保护更加安全，希望对你使用 Mac 具有很大的帮助。记得点赞、订阅，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支持。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拜拜。